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张凌赫恋情疑似曝光 ，CP 粉别再步陈星旭和张婧仪的后尘。这两天，内娱又有人塌房了。知名八卦大 V 刘大锤先预热了一线小花的瓜，接着曝光白鹿去张凌赫家过夜的视频。这份大瓜一经爆出，就如同平地惊雷，迅速引起热议。有人统计过，恋情曝光后，张凌赫掉了1万粉。在粉丝看来，如果张凌赫在事业上升期谈恋爱，那也太没事业心了。最开心的还是 CP 粉，剧中 CP 变成真 CP， 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。顺着以往的蛛丝马迹深挖，原来一切早就有迹可循。比如张凌赫曾在互动环节画图，人物左脸特意点上痣，刚好和白鹿左脸的痣对应上了。杀青照片也能看出端倪，白鹿分别拖着张凌赫和王星越的脸，乍一看好像没什么。然而仔细看会发现，王星越的脸是悬在手掌上方，张凌赫则是脸贴着手掌。亲疏有别，一个手掌托脸的举动就能看出来。闻热度赶来的还有于正，话里话外暗示恋情瓜。只是网友的关注点都放在了一线演员这个称号上，质疑白鹿是否达到了一线女星的咖位要求。群情愤怒，于正也没闲着，直接下场和网友对线，评论区好不热闹。为了增强可信度，他向网友科普了娱乐圈女明星段位，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更专业。每当有恋情瓜曝光出来，大家都惊叹于保密工作做得太好。其实沿着时间线顺藤摸瓜，就会发现很多谜底都藏在细节里。CP 成真固然令人惊喜，与此同时，另一个问题正在浮出水面：这段恋情是否能存续到剧播结束？前车之鉴不是没有，陈星旭和张婧仪在拍摄《一见倾心》期间擦出爱火，片场两个人如胶似漆，俨然一对热恋小情侣。陈星旭多次被拍到进出张婧仪的房间，面对求证，他们没有正面回应过。不否认就意味着默认，这是圈内约定俗成的规则。热恋时演戏都是真情流露，分手了连采访都懒得敷衍。一见倾心宣传阶段，陈星旭和张婧仪都接受了采访。出于收视考虑，男女主一般都会积极营业，配合发糖。这对却有意隔开距离，好像生怕和对方牵扯上关系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接下来贡献的采访名场面才是真的当场尬住。陈星旭支支吾吾想不起来张婧仪的名字，张婧仪冷冰冰回复问题，一副完全不想搭理对方的样子。男女主角的消极营业导致这部剧没能引起更多话题度，二次营销的希望破灭。对比今夏大火的《苍兰诀》，两位主演虞书欣和王鹤棣积极合体营业，顺势掀起了一阵新热度。比不积极营业影响更严重的是主角自身黑料爆出引发的连锁效应。徐开骋和娜扎的新剧《恋恋红尘》就因两位主演双双卷入风波而不得不延迟上线。起因是张天爱放出录音揭露徐开骋出轨成性，出轨对象疑似娜扎。娜扎在第一时间转发回复，解释自己不是小三，极力撇清自己的嫌疑。尽管后来徐开骋也出面解释了这段三角恋的缘由，但是网友们并不买账，觉得他只是在欲盖弥彰，仅仅是为了平息舆论。三人的粉丝也吵得不可开交，真相究竟如何，恐怕只有几位当事人自己清楚。只是不可否认的是，恋情纠葛对徐开骋和娜扎影响最致命，更无奈的还是制片方，眼看着剧快要上线，临门一脚直接将计划打乱，原本定好的播出时间又要变得遥遥无期。粉丝也在为没有事业心的偶像痛心疾首，好不容易等到有新剧播出，
不想着经营事业，反而被爆出恋情黑料，一副好牌硬生生打成了逆风盘。当 CP 照进现时，对于粉丝来说是皆大欢喜，路人却不一定看好。如果双方都在上升期，恋情曝光意味着有脱粉的可能。虽然有 CP 粉作为支撑，然而实际上是伪粉占据着粉丝群体的主力。这部分粉丝一旦流失，对于明星来说是不小的损失。如果恋情能相安无事地持续到剧播结束，并且在这期间男女主能积极营业保障售后，那么至少能保住一部分 CP 粉。如果营销成功，借势涨粉也未尝不可。退而做坏一点的打算，双方在中途分手，只要不影响拍摄进度， CP 剧大概率还会有受众，说不定能歪打正着撞上爆点。最难收场的莫过于在剧未播阶段，其中一方或是双方都因绯闻造成口碑一落千丈，比如恋情瓜，会给新剧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，直接下架也是有可能的。无论如何，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，就要履行应尽的责任，至少要做到无愧于心，对得起粉丝的喜欢。2. 蔡徐坤有多宠白鹿？宠溺的眼神藏不住。如果不是蔡徐坤一句话暴露他对白鹿暗戳戳的小心思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吗？蔡徐坤原来真的喜欢白鹿呀！在跑男的一期节目中，早上各位嘉宾就被节目中外放吵醒，于是每个人不得不穿睡衣下楼。但没想到就是这么巧，白鹿和周深居然睡衣撞款。而这时蔡徐坤从门外走进来，看到白鹿也学他比划出无奈的手势，接下来便两眼直愣愣地询问他俩这是什么情况，语气中掩饰不住的醋味。到后面睡衣这一趴都过去了，蔡徐坤又问了一句：“你俩尴不尴尬？下来以后尴不尴尬呀？”有些许震惊，这是不是说明他比较在意白鹿和别人穿同款吗？到后面大家穿着睡衣玩游戏，很不幸周深被淘汰了。请注意，这时蔡徐坤这里说的话，现在都还没有听懂这个规则。白鹿回答道：“只有跟在导演说3个字后面的才是要做的，没有导演说这不行。”蔡徐坤听懂了，这样你给刚起床的宝宝们再一次机会吧。语气中还带着一点撒娇的感觉，试问正常同事会这样吗？下句话感觉就要接，终于有人来陪我了。还有就是后面大家玩水枪的时候，明明 baby 就在蔡徐坤旁边，他却视而不见，径直朝周深攻击。咱就是说玩游戏不应该遵循就近原则吗？蔡徐坤这一行为是不是有点公报私仇了？此前蔡徐坤也在采访时表示，他喜欢爱笑的女孩，就是那种阳光可爱，笑起来很甜的女孩子，阳光的、可爱的、爱笑的，这不是巧了吗？白鹿不就是因为笑才出圈的吗？另外两人在节目中每次眼神的交汇都有种甜死人的感觉，如果说这样两人还没故事，我是绝对不信的。对此你们怎么看？欢迎留言。